我这人呢，向来对事不对人啊。有人来找我找对象呀，那简直把我当成可爱的 Hello Kitty 了。上午呢，有一位83年离异多年带孩子的大妹子来找对象啊，个子不高，160不到，长相呢只能说是4、5分吧。这个离异多年带一个女儿，她来找对象，要求啊就一个，希望男方年收入20万以上就可以，也接受男方离异，也接受男方带孩子。我问她，我说你做什么工作？她说呀，自己现在没上班啊，孩子上初中，花费也不多。前夫每个月给打1500的生活费，但孩子呀马上就要上高中了，这个学费就要贵了呀，家里开支啊也会变大，没有男人那可不行。我问他，我说既然钱不够用，为什么不去上班呢？他说自己学历不高，年龄还大了，以前啊在服装厂上班，现在还要接送孩子，也没时间去。最主要这么多年没上班呀，也懒散惯了，不想去上。我听完了就问他，我说那你为什么是离的婚呢？他说呀，自己和前夫啊老是吵架，我们俩脾气啊不太好。他不让我，我也不让他，时间长了呀，就过不到一块去了。自己啊也想找一个脾气好的。听完我就跟他说啊，现在男人都希望女人温柔一点，那你再婚能改脾气吗？他说我改不了，这脾气啊一辈子就这样了，男人不都得大度，应该让女人吗？听完我就忍了忍，毕竟做服务这一行业，咱也得有耐心呀。我问他，我说结婚之后还能要孩子吗？他一听啊，妈呀，我都40岁了，我还要啥呀？哎呀，听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年龄还大，脾气不小，不想上班，还不愿意生孩子，年薪20万以上男人为啥娶你啊？我转身啊，我就骂了我那许愿池里的王八们啊，门又没给我看好。最后我和大妹子说啊，现在啊有一位男士符合你要求，早晨4点多出摊卖早餐，晚上在夜市里摆摊卖炒面，11点多才回家。人呢正直老实，能吃苦能受累啊，年薪至少30万以上。今年41岁，带了一个儿子16岁，你愿不愿意认识？女士一听啊，哎呀，这早晨这么早，晚上回来那么晚，还是个儿子啊，这除了赚的还行，其他我都不太能接受啊。有没有白天能上班的，带个女儿的也行。这儿子吧啊，咱说实话，得给他买房子，攒点钱都让他花了，最后再有个啥，我们母女俩不都白伺候了吗？听完呢，我忍了忍啊，我说好，还有一位啊，是船员，赚的也挺多，一年20万以上，离异有3年多了，39岁，有个女儿12岁，出去几个月，回家待1个月，你能不能接受？这大妹子一听啊，这么长时间还不在家呀？不都是我一个人看2个孩子吗？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忙不过来，他自己女儿还不管吗？有没有工作好一点，能在家里时间长一点的？我说有，坐办公室是个经理，年收入20多万，今年40岁，有个女儿，他爸妈给带，不影响你们生活。哎呀，这大妹子一听可高兴了，说这个行。我说人家这个男士要求啊，女方35岁以内，有稳定工作，不带孩子，身材好，长相佳。他一听啊就不太愿意，嘟囔了一句啊，条件不咋地，要求还挺高。最后我是忍无可忍呐，你能不能现实一点？40岁人了，没点独立能力，光想着嫁男人吃饭，不给生孩子，也不愿意伺候人，光想着照顾自己的孩子，别人孩子还嫌麻烦。想要赚得多还挑别人工作，工作好的赚得多的还能照顾家里的，人家娶你干啥呀？你是身材好，年轻，能生孩子，能听话，能照顾家里吗？样样做不到，事还不少，占便宜没够，一辆几10年的桑塔纳，还想找个免费加油站，关门送客啊！以后这种人不许进。我这人啊，起床早，5点多我就醒了，就看到手机上有一条信息啊，还是凌晨1点多发的。这内容啊，大致就是老师你好，我诚心招上门女婿，我87年的，大专学历，父母国企退休，目前在私企做销售主管，年薪20到30万。虽然过了30岁，但长相看起来像22岁的。我有车有房，相亲有5、6年了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。这自己年龄也大了，找对象有些困难。我决定诚心招上门女婿，愿意出彩礼20万，房子加男方的名字。要求如下：这男方啊，身高在175以上，身材匀称，学历本科以上，年薪不能低于10万，要人品好，性格好，父母有退休，就这些条件就可以。嘿嘿。我大体是看明白了，应该是相亲啊无路，愿意主动出钱另辟蹊径。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啊，什么是上门女婿？这在古代啊，这上门女婿啊又叫赘婿，指男方到女方家呀成亲落户。那这种婚姻啊，多数女方家里啊无兄无弟，为了传宗接代啊招女婿上门的。那在过去为什么会有男人愿意入赘呢？因为没钱呗。还有的就是孤儿，女方家族啊愿意去庇佑他。但在现在啊，这个社会啊，女方想要招上门女婿，多数你是要让出很多的利益的，而愿意入赘的男人啊，多数是图女方的社会地位或者是财富地位。那这位姑娘年薪20万，不算有钱吧？
你也要求人家男方年薪10万了呀？你的房子还有贷款哦，上面我没有说到是吧？这个女方啊，这房子是有贷款的，这婚后男方也要承担还贷吧？你父母国企退休，也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，那男人嫁你图什么？我想起我曾经看到一个新闻呢，大家可以搜一下啊，杭州萧山相亲角，女方招上门女婿，内容是本人女儿26岁，身材苗条，长相佳，但是不会说话，就是聋哑人嘛。现招上门女婿照顾他跟我们二老，嫁妆如下：路虎揽胜1辆，华润中央公园房子1套，每月2万生活费，再赠送男方父母杭州房子1套。要求男方呀，身体健康，爱运动，爱旅游，有耐心，心地善良。你看看人家这招上门女婿的条件。当然，你要是非跟我说我身体健康，会说话，那个我就不跟你杠了。给大家讲个故事啊，有一个姑娘去买车呀，销售是一脸热情啊，哎呀，你好女士，你想看哪一款车呀？有没有预算呀？这姑娘就说呀，20万的。于是呢，销售就把这个姑娘带到了本田雅阁的前面。您看一下这款车型啊，是我们今年最新款，搞活动20万就可以带回家。姑娘看完就说，哎呀，不太行啊，这款车太差了，我对品牌还是有些要求的，我不想将就。销售呢又带姑娘去了奥迪 Q5 面前。您看一下这款车呢，知名品牌，外观线条都很好看，而且内饰也很漂亮。姑娘看了眼，犹豫的说呀，还有没有再好一点的呀？感觉还是不太喜欢。销售啊喜笑颜开，心想着，哎呀，今天呢算是预制大客户了。于是把姑娘带到了保时捷帕拉梅拉面前。介绍说呀，这款车型啊，品牌高端，外形没得挑，座椅全真皮，功能齐全，坐着特别舒服。你要带出去啊，别人都是羡慕。现在呢做活动100万就够了。姑娘听完呀，很满意的说，就要它了，说刷卡吧。销售一听啊，立马很兴奋的啊，拿来这个机器去刷卡。结果提示余额不足，他又问这姑娘里面有钱吗？人姑娘说有啊，有20万。销售说您开玩笑吧，我跟您说的这款车是100万呢，那辆本田雅阁才是20万。姑娘说啊，那我不喜欢那辆车呀，我就喜欢这辆保时捷呀，我给你20万，你让我开走不行吗？销售是气得不打一处来呀，20万你只能开那一辆车，你要开这辆就得100万。接着姑娘呀坐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，说家里人说了20万就可以买车了，明明就是你看不起我，不想给我喜欢的车，我就要这辆100万的车。最后销售忍无可忍，把这个姑娘给撵了出去。现实生活中啊，还真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一边呢非要买黄金，一边却坚持只给黄铜的价格。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啊，他们真的不是想要占便宜，而他们发自内心的认为啊，黄金就该卖给他黄铜的价格，因为他意识里认为自己是买得起黄金的人，但是只有黄铜的钱。如果这种意识不改变，那这辈子都别想找到对象了。还要求找上门女婿啊，我那许愿池里的王八他都不愿意去的。相亲苦，相亲累，相了半天不般配，挑高矮减肥瘦，好比菜场买猪肉。这么些年给别人交对象啊，成了也有上百对了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相亲里面的一些潜规则。你去参加线下相亲会啊，你就会发现，所有的男生啊都盯着那么1、2个漂亮女生，而所有的女生啊都盯着那么1、2个高富帅的男生，而你呢只是一个绿叶啊，所以期待值呀不要太高。大多女生啊其实没那么聪明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城府，她喜欢你和不喜欢你都会表现得非常明显。如果一个女生对你爱答不理啊，马上换下一个。时间很宝贵，不要花在不值得的人身上，金钱更是。注意啊，没有所谓的慢热，只是不够喜欢。相亲啊是不需要追的，互相看得上，他就自然能够在一起了。需要你去追啊，那说明啊他没看上你，但又觉得哎你条件还行，想先跟你不切断联系再看看别人。如果你听到对方说呀，哎呀最近不想谈恋爱，我比较恐婚之类的话，大概率是对方没有看上你而已。当他遇到他喜欢的就马上不恐婚了，他只是对你恐婚。这有的相亲对象愿意跟你保持暧昧，你一确认关系他不拒绝也不接受，甚至还时不时的让你给他提供一些帮助，擅长藕断丝连，若即若离。有时候还会对你很好，让你产生错觉他是不是喜欢我呀，让你觉得马上就能在一起了，但永远都差那么一点点。这些都是海王和绿茶，他们会摧毁你正常的感情观，让你对感情失去信心。这对于男生不要总觉得女生不喜欢你就是因为你没钱。这大多数女生虽然很注重经济条件，但她们更注重的是感觉。对于女生呢，你要明白男生的择偶机制，他们永远是先看外在的，如果你外在没有达到他的底线，别的他都不会有兴趣了解的。
所以啊，在相亲的时候一定要多注重打扮一下自己，在不妖艳的前提下啊，怎么打扮它都不过分的。不要总是认为能来相亲的都是条件不好的，那你就错了。我做这么长时间啊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这优秀的人呢也是非常多的。他们之所以单着，并不是没有人要，而是因为啊圈子小，主动选择单身等等正常原因。如果你遇到的人不太好啊，可能是自己的段位问题。这女生跟男生相亲的时候啊，不要对男人的期待值太高。你要知道，他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教过他们应该怎么哄女孩子和女孩子相处。那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啊，他是猜不透你希望他做什么的。他也希望自己很绅士啊，很高情商，很彬彬有礼。他不是不做，不是去故意惹你，而是他压根儿就不会呀。还有啊，这个女生啊，不要太把这个男生在相亲的时候说的话也当真。绝大多数啊，他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那有些话都是赶鸭子上架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就把自己的想法呀就告诉了你。比如说啊，他今天要开一家养鸡店，也许明天啊他又开了一家养猪场了呀，毫无违和感。基本判断的规则就是啊，关于过去的基本属实，关于未来的呀，你信一半啊就可以了。如果对方拒绝了你，说哎呀我们不合适，因为什么什么什么，你知道不合适就行了啊，后面的原因啊不必当真，因为往往啊都是随便找的借口，真实原因啊可能是觉得你丑或者你穷，不好直接说而已。最后想说呀，相亲之前一定要先照照镜子。如果你家境一般，就不要总想着找个家境条件好的。你是个场妹啊，他怎么他也找不到总裁的。你是一个高中学历啊，就别指望着高学历了。